东京被炸后，日本海军最高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他多次向天皇谢罪，仍然感到他的失职给日本带来了如此灾难。为此，他决心动用日本海军力量与美军决一死战，从而导致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连串的失误。杜立特轰炸东京之后，日军大本营把攻占太平洋中部岛屿视为当务之急，决定采用东进和南下并进的战略。东进就是攻占太平洋的中途岛，作为拱卫日本的外围屏障，同时为进攻美国本土准备跳板；南下则是控制所罗门群岛海域及珊瑚海，为进攻澳洲准备跳板。4月17日，由于美军已破译了日军的电报密码，所以从这一天截获的电文中，美军已知日军将进攻新几内亚岛东南部的莫尔兹比港。为这次进攻，日军出动了一支包括3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3艘炮舰及12艘运输舰在内的庞大舰队。由于美军详细掌握了日军的动向，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则可以大胆地将分散在太平洋各地的美海军力量集中起来，火速前往所罗门群岛海域。美军集中的海面舰船有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13艘、供应舰1艘、游船2艘，共计26艘，与日军舰队的吨位及装备大体相当。5月6日上午9点，航行在图拉吉岛以西180海里水域的日军舰队接到侦察飞机的报告，在420海里水域内发现美军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编队。日军舰队司令立即命令瑞鹤号和祥鹤号2艘航空母舰携2艘驱逐舰南下迎战。这一带水域就是以珊瑚著称的珊瑚海。珊瑚海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向，面积约480平方公里。碧蓝的海水中，热带小岛星罗棋布。日美两军舰队在珊瑚海相互搜索了2天，谁也没有发现谁。就在这个时候，由日本舰队输送的日本陆军已顺利登上新几内亚群岛正东的图拉吉岛，并将其占领。日军完成了进攻莫尔兹比港作战的第一步后，输送舰队正驶往莫尔兹比港。为此，美军舰队要尽快拦住进攻莫尔兹比港的日本舰队。恰在这时，5月7日凌晨，相互搜索的日美舰队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当时美军舰队正航行在南纬13度20分、东经154度21分位置向西北搜索，准备截击经由约马德水道进攻莫尔兹比港的日军登陆编队。这时，日军舰队正航行在南纬10度10分、东经152度27分的位置上，正在向东南搜索，意图阻止美舰队向其身后的日运输舰队靠近。双方几乎同时拉响了战斗警报。这时，两军相距的距离为163海里，用眼睛是看不到对方的，在大口径的火炮也是打不到对方，唯有舰载机升空去攻击对方。于是，在这一天，终于揭开了世界海战史上第一次航母大战。美军航母上的突击机群立即出动，93架飞机扑向日舰。美军飞机冒着日舰猛烈的防空炮火，集中向轻型航母翔凤号发起猛攻。翔凤号调转船头，拼命迎风驶去，准备放飞甲板上的飞机，但在美机的打击下，日军飞机无法飞离航空母舰，被美军飞机投出的13颗炸弹和7发鱼雷击中，600多名官兵随舰葬身海底。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向的日军航空母舰瑞鹤号和祥鹤号已经放飞出78架日机，向侦察机报告的美航空母舰编队冲去。日机到达预定海域后，反复搜索2个小时，没有发现美军航母。原来侦察报告说的航母编队，实际上是美军尼奥肖号加油船和为其护航的西姆斯号驱逐舰。78架日机把全部怒气都倾泻到这2条舰上。西姆斯号驱逐舰被命中了3颗250公斤的炸弹，其中2颗在轮机舱里爆炸。尼奥肖号被命中7颗炸弹，却没有沉没，123名船员死里逃生。3分钟后，西姆斯号沉入海底。入夜后，双方都很谨慎。经过5月7日一整天的作战，日美两舰队的指挥官都明白，交战对手就在附近。8日拂晓，美舰队派出8架侦察机进行搜索。6点22分，美机报告发现日军航母。8分钟后，也就是6点30分，日机报告发现美军航母。双方又一次几乎是同时拉响战斗警报。美航母约克城号起飞舰载机39架，列克星敦号起飞舰载机43架。两舰共计起飞82架飞机扑向敌舰队，几乎是同时。日军航母瑞鹤号起飞31架舰载机，祥鹤号起飞了38架舰载机。
两舰共计起飞了69架飞机扑向美军舰队，飞机放飞后，两支舰队都高速进行规避动作。美军舰队以25节航速立即转向南航行，日军舰队也立即转向北航行，尽量避开敌机的搜索范围。8点30分，美机发现了日军航母翔鹤号，集中火力向它进行了攻击。其中，美军鱼雷机所投鱼雷无一命中，只有轰炸机投中了3颗炸弹。翔鹤号飞行甲板损坏严重，已经不能起落飞机，失去作战能力。美日舰载机几乎是同时出动的，所以在同一时间，日军派出的舰载机这时也向美舰发起了攻击。11点20分，日军航母翔鹤号被击中。7分钟后，日军一枚鱼雷也击中了列克星顿号的左舷前部，中弹的舰体喷出了一股带着海水的巨大火舌，剧烈的爆炸使舰身抖动了起来。接着又一枚鱼雷击中了它，舰体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整个航母突然像一座喷发的火山，烈火越烧越旺。几个小时后，列克星顿号这艘长达264米的海上庞然大物，在服役14年后最终沉入海底。美军的另一艘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也被日军的几颗炸弹穿透飞行甲板。幸运的是，约克城号主机未受到重大损伤，仍具有航行和航空作战能力。经过5月8日这一天的战斗，美国的航空母舰一艘沉没，一艘受到重创，作战飞机还剩39架，日军被击沉一艘航母，但作战飞机仅剩下9架，双方谁都没有能力再去攻击对方。日军南洋部队最高指挥官井上中将电令日军运载陆军的机动编队立即返航，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延期实施。珊瑚海海战终于结束了，日军被击沉了翔凤号轻型航空母舰、菊月号驱逐舰和3艘登陆驳船。翔鹤号航空母舰遭重创，77架飞机被击落，1047人伤亡。美军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沉没，约克城号受伤，一艘游船、一艘驱逐舰被击沉，66架飞机被击毁，543人伤亡。对美国来说，珊瑚海一战在战略上赢得了胜利，因为这是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的侵略锋芒第一次受到阻滞。这时，美军又破译了一封新的电报，日军将要进攻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中途岛。日本联合舰队在南下进攻新几内亚和莫尔兹比港的同时，还拟定了东进进攻中途岛的计划，代号 AF。日本联合舰队拟定 AF 方案的基本设想是攻其必救，引敌出动。中途岛是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是夏威夷群岛的门户和屏障，是美国的一部分领土。若将其攻占，不仅能够使美国在太平洋的最主要基地夏威夷受到直接威胁，而且也使美国广大人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进攻中途岛，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编队必会驰援，这样就可以趁势将其歼灭。据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估计，歼灭美军舰队并不困难，因为日军在战列舰方面已占绝对优势，在航空母舰方面也占3比1的优势。同时，只要日军的航空巡逻和警戒兵力进驻中途岛，美国舰队想要袭扰日本本土也就难上加难了。1942年4月2日，日本联合舰队将上述计划上报海军军令部，但军令部认为，一旦进攻中途岛，美方未必肯为保卫中途岛这样一个小岛而将其兵力尚未恢复的舰队孤注一掷，因此诱使美国舰队前来决战可能性不大。美军失去中途岛后，很可能利用该岛距离珍珠港基地较近这一有利条件，把中途岛封锁起来。即使把中途岛作为日军空中巡逻的基地，因为岸基飞机的巡逻距离是有限的，未必能及时发现来袭日本本土的美国舰队，所以军令部反对联合舰队关于进攻中途岛的主张。4月5日，军令部与联合舰队代表再次研究中途岛问题时，双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联合舰队代表向军令部转达山本司令官的意见时说，长官决心已定，不能再改变了。为此，军令部总长永野海军大将终于屈从了山本的主张，批准了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这为以后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的惨败埋下了伏笔。这一期间，日军联合舰队与大本营异常频繁的电报引起了美军情报专家的注意，他们根据日军电文中反复出现的 AF 字样，判断 AF 即是日本作战的下一个主要目标，但这个目标是不是中途岛还不能肯定。于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用了一个简单的办法，他命令中途岛用明码发报，报告中途岛短缺淡水。这封明码电报是有意让日军情报部门截获的。不久，在日军往来的电报中，
即出现了 AF 短缺淡水的内容。由此，美军可以得出结论 ，AF 即指中途岛。中途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恰好位于亚洲和北美洲的太平洋航线中间，离美国旧金山和日本横滨的港口距离都是2800海里。中途岛被称为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就面积而言，中途岛不足2000英里，还没有日本联合舰队甲板面积的总和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失去了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上所有的岛屿。此时，美国在珍珠港到菲律宾之间的广大海域内，只剩下中途岛这最后一块基地。它距离珍珠港1100海里，是珍珠港的门户和前哨，是美国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从这一点上看，日本山本大将的估计是正确的。美军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中途岛。在美军破译日本将进攻中途岛电报的当天，即5月16日，尼米兹立即向南太平洋发电，命令刚结束珊瑚海战役的美军航母舰队立即返回珍珠港，因为这时在珍珠港没有一艘航空母舰。5月20日，日本庞大的海军力量在赤柱岛内海集结完毕。此时，美国航母编队正从所罗门群岛海域向珍珠港疾驰。当日本舰队的指挥官们正在痛饮天皇御赐的米酒时，美军的航母编队按行程计算，还有6至7天才能赶到目的地。20日上午8时整，南云海军中将的旗舰赤城号的桅杆上升起了起锚开拔的信号旗，日舰队开始陆续出航。为打赢这关键性的一仗，日海军联合舰队几乎把能动用的海上兵力全部投入了这次战役。参战的舰船有战列舰11艘，航空母舰8艘，水上飞机母舰5艘，重巡洋舰13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68艘，潜艇24艘，补给舰和运输舰各21艘，另有扫雷艇以及猎潜艇和护卫艇数十艘，总计有200余艘舰船。5月26日才赶回珍珠港的美军航母编队接到命令，5月28日必须立即启程驶往中途岛。他们包括企业号和大黄蜂号2艘航母和5艘重型巡洋舰等17艘舰只。约克城号航母在珊瑚海海战中受到重创，返回珍珠港时，船尾拖着一条长达10英里的油渍进港，最快修复需要3个月。尼米兹命令3天之内必须修好。3天后，5月30日，约克城号航母在2艘重巡洋舰的护卫下去追赶航母编队。6月4日，当日本联合舰队中打头阵的南云机动舰队进入中途岛海域600海里以内时，美军航母编队也进入中途岛东南约700海里处。6月5日下午1点30分，日舰赤城号派出7架飞机，对其东南300海里以内的海面进行扇形搜索。根据侦察机报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附近可能有敌舰活动。南云决定首先空袭中途岛。他命令第一攻击波108架飞机立即起飞，其中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各36架，由游泳仗式海军大尉指挥，以1500米为基准高度向中途岛编队飞行。第一攻击波刚刚离去，又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了9架战斗机，在舰队上空盘旋飞行，担任空中掩护。另外还有9架战斗机在赤城号甲板上待命，准备随时起飞迎战来袭之敌。此时的时间是下午2点45分，中途岛上已接到一架巡逻飞机的明码报告，大批日机正向中途岛飞来，方位320度，距离150海里。指挥部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的26架战斗机起飞迎战，26架美机在距中途岛30海里的空域与来袭的108架日机相遇，空战中16架美机当即被日军性能优良的零式战斗机击落，返航的6架美机均被击伤，其中仅有2架尚能使用，4架重伤的美机迫降在海上。日轰炸机和攻击机全部顺利飞临中途岛上空，尽管岛上高炮射击猛烈，还是未能制止敌机的攻击。日轰炸机从3400米高空以800公斤的炸弹集中轰炸东岛机场跑道，日攻击机也穿过高炮火力网，以250公斤炸弹俯冲攻击岛上的其他地面设施。经过近30分钟的攻击，岛上的发电厂中弹，油罐起火，机库被毁。就在中途岛机场被炸前的最后一刻，原先在机场待命的美陆军4架 B-26型轰炸机、6架鱼雷机、12架俯冲轰炸机和美海军16架俯冲轰炸机，于下午3点10分至15分先后升空，向180海里处的日航母编队冲去。此时南云判断出本队的位置已经暴露，美机不久即将来袭。果然4点刚过
首先是6架美军鱼雷机发现了飞龙号和赤城号2艘航母，美军在展开攻击队形时，遭到日军零式战斗机拦截，其中5架被击落，另一架投放了一颗鱼雷，但未击中日军。4点10分，美军4架 B-26轰炸机也赶到，集中对赤城号投射鱼雷，但也均未击中，而美机却被击中2架。约30分钟后，又有16架美海军俯冲轰炸机出现在日航母编队上空，他们从600米高度以下滑的方式投弹，结果无一命中，反被击落8架。返航的8架中也有6架受到重创。这批美机刚刚飞离，又有25架美军 B-17型轰炸机从6000米高空分成3组，对日航母投弹。日舰苍龙号周围出现11个水柱，可是也没有一弹命中。5点20分，美军的最后一批11架陈旧的 SB-2U 型俯冲轰炸机也找到了敌舰，在接近敌舰过程中被击落5架。到这时为止，美军中途岛岸基航空兵对日军航母编队发动的4次攻击，既有俯冲投弹，也有水平轰炸，还有鱼雷攻击，可是没有一弹一雷直接命中目标。当中途岛的美军陆基轰炸机正在向日航母编队狂轰滥炸时，美航母编队于下午2点52分从中途岛的电报中得知了日本舰队的确切方位，但美军舰队指挥官考虑到美军的鱼雷机作战半径只有175海里，而敌舰队在其西南约200海里处，所以没有立即命令舰载机出击，而是向西南航进，将敌我之间的位置缩小到合适距离，并选择合适的时机再令突击机群起飞。下午4点，美舰队指挥官根据距离推算，距日本舰队已不到170海里。根据时间计算，此时袭击中途岛的日机正是返回母舰的时候，也正是美机发起攻击的好机会，遂命令舰载机立即出动。大黄蜂号上的35架轰炸机和15架鱼雷机，在10架战斗机的护卫下，以2种不同的高度，首先向日机动部队所在的水域飞去，接着企业号上的33架俯冲轰炸机和14架鱼雷机升空，在10架战斗机的护卫下，一前一后向敌舰飞去。自4点02分至5点06分，美机共起飞117架战机，分为4个机群飞向预定目标，但这时美侦察机只发现2艘日军航母，所以美军指挥官未敢乱动。约克城号航母上的舰载机直到5点38分仍未发现新的目标，遂命令约克城号上的35架舰载机也起飞出击，从低空向目标接近。美军大黄蜂号上的15架鱼雷机于6点20分首先发现日航母编队，立即实施攻击，可是美军的鱼雷机又笨又慢，最大航速175节，而且无战斗机护航。在数十架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拦击下，这15架美机全部被击落，没有打到日军舰队一根汗毛。6点38分，企业号上的14架鱼雷机飞抵日舰队上空，这14架舰载机分为2组，从赤城号的左右两舷实施鱼雷攻击，日舰迅速转向规避，把美机甩在后面，使其未能投雷。这批美机也无战斗机掩护，遭到日军25架零式战斗机的凶猛反击，结果其中有10架还未投射鱼雷就被击落，其余4架虽然投射了鱼雷，但无一命中目标，仅有1架返航。企业号上的轰炸机群于傍晚7时终于找到了日本舰队，这时日军的4艘航空母舰列成菱形队形前进，航向正北，飞龙号在前，加贺号在后，左为赤城号，右为苍龙号。美轰炸机群从南面偏西方向，即从日军舰队的左后方接近。美军33架轰炸机分为4组，对就近的目标，即对赤城号、加贺号实施集中攻击。在此之前，由于日舰刚刚遭受2批鱼雷机的袭击，在空中担任战斗巡逻的大部分战斗机即将耗尽燃料，纷纷着舰加油装弹。尚在空中盘旋的日机已被美军鱼雷机吸引到了低空，因而放松了对高空的警戒。美轰炸机群隐蔽在云层之上，日军未能发现。7点23分，美机突然俯冲下来，留在空中的几架日机来不及组织反击，日军航空母舰也没有做好准备规避，结果赤城号被命中了2颗炸弹，加贺号被命中了4颗炸弹。一般说来，这几颗炸弹不至于使大型航空母舰受到致命的打击，然而恰在此时，这2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都排列着已经加完油、挂上炸弹的飞机。
炸弹爆炸所引起的烈火迅速向密集排列的飞机蔓延，引爆了挂在飞机上以及散放在机库甲板上的鱼雷和炸弹。这一连串的爆炸便将2艘航空母舰置于死地。加贺号于当天下午沉没，赤城号于次日凌晨沉没，日舰苍龙号也被击中，于当天下午4点13分沉没。从赤城号舷窗上用绳子下滑到甲板上的司令官南云中将，爬上驱逐舰长良号后立即下达命令飞龙号上的40架舰载机立即起飞，去攻击美国航空母舰。日军突击机群于下午7点58分开始向美航母编队方向飞去，在飞向目标的途中，他们看到了正在返航的美军机群，便在其后悄悄尾随。8点50分，当约克城号返航的突击机群即将降落时，该舰雷达员发现尾随的日机从高空飞来，此时距离约40海里。美舰即出动28架战斗机组织拦截，日军突击机群遭到迎头痛击，只有8架轰炸机飞临目标上空攻击约克城号，2小时后击中该舰左舷中部。午夜11时，约克城号横倾接近25度，无法恢复平衡。12时，舰长下令全体舰员离舰，此时双方都已确知对方的准确位置。次日天空刚刚发亮，双方就准备好进行一场新的鏖战。美军决心动用手中现有的最大兵力予以攻击，在中午12点30分，先后从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派出舰载机41架，向日军仅存的一艘航母飞龙号扑去。此时飞龙号上仅剩下15架舰载机，攻击对方已经不可能实现，决定到黄昏后再组织夜袭。就在这时，美机群从5500米高空扑了下来，飞龙号上来不及做任何规避动作，就被4颗炸弹直接命中，并引燃一连串爆炸，其残骸漂流到次日上午，最终沉没。经过2天的恶战，美军仅以47架飞机的代价，连续击沉日本赤城、加贺、苍龙和飞龙4艘航母，己方约克城号也被击沉。美军突击机群虽然歪歪斜斜地在航母上降落，并且事故不断，但是美军毕竟是大获全胜。当日午夜，山本56海军大将在旗舰大和号战列舰上发出撤销中途岛作战计划的命令，指挥中途岛海战的南云中将企图自杀，被部下全力拦截。中途岛海战是日本海军组建350年来第一次决定性的败仗，日本损失了联合舰队的4艘航空母舰、1艘重型巡洋舰，以及262架飞机和海军最优秀的飞行员，连同2200名日本水兵，使日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海上进攻的能力。中途岛战役结束后，美军舰队为在此次作战中捐躯的将士举行隆重葬礼，但约克城号上的许多死难水兵未能找到他们的尸体，他们已经随着那巨大的舰体永远地沉入到了太平洋。同时在交战中，美军被击落了109架战机，那些遇难的飞行员也都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按照海军的惯例，生者把献给战友的花圈散落在太平洋浩瀚的洋面上。中途岛海空决战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力量对比，从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转入守势，而美国则一步步走向攻势，直至胜利。中途岛战役时，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第一次陷入被动局面，在莫斯科城下，上百万德军缩在俄罗斯的暴风雪中，前进不得又后退不得。中途岛战役结束后，日军大本营加紧在所罗门群岛南部的瓜岛等地修筑航空基地，继续夺取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企图首先在新几内亚至所罗门一线站稳脚跟。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取胜，虽然使夏威夷一线的防御趋于稳定，但其南太平洋的局势仍然很被动。美国当局清楚地知道，日军正在所罗门群岛北端的拉包尔港大力修筑海空基地，准备以该地为跳板，把战线继续向前推进。因此，美军把南太平洋的战役目标定为首先夺取拉包尔港，迫使日军后退700英里。但此时的拉包尔已成为日军坚固设防的要塞，配备有强大的岸基航空部队，还有一支包括翔鹤、瑞鹤、隼鹰、飞鹰号航空母舰在内的联合舰队，为其提供警戒和支援。而美军这时在太平洋战场上只有2至3艘航空母舰，绝对不敢贸然行事。尼米兹主张采取逐步接近的战法，使用海军陆战队首先在所罗门群岛南部登陆，再组织兵力夺取拉包尔就更有把握。所罗门群岛南部最重要的岛屿是瓜岛，瓜岛有一个西班牙文的全称，即瓜达尔卡纳尔岛。截止美军进攻前，日军在瓜岛已经赶修出一个简易机场，并驻有2940人的守备部队。
1942年7月初，美军制定了瞭望塔行动计划，计划攻占瓜岛。这是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进行的第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所以是由陆军的麦克阿瑟来指挥，还是由海军的尼米兹指挥产生了争议，最后经过美国总统才得以解决。7月末，海军陆战队第一师19000名官兵集结在旧金山，然后由大型登陆艇经新西兰运往瓜岛海域。此次行动共动用了19艘大型运兵船，包括3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美澳联合舰队，将为争夺瓜岛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8月7日凌晨4点13分，担任火力掩护的美军舰队首先对瓜岛上的日军阵地和仓库进行炮击，接着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进行猛烈的轰炸和扫射。登陆部队开始从运输舰转成登陆艇，一切都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着。9点10分，登陆部队开始向滩头挺进，第一波次的登陆为2个营，他们齐头并进，突击抢滩。部队上岸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甚至几乎听不到枪声。上午11点，后续部队顺利登陆，同时还有少量物资也运上了滩头。美军登陆队员已经开始向机场推进，他们边走边喊，看见一点日军的影子马上就开枪，但日军除了进行轻微阻击外，全部跑得无影无踪。第二天，当担任掩护的海军仍按计划炮击时，美军陆战一师的官兵就像演习一样，按顺序全部在瓜岛登陆。此时先前登陆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飞机场，这情景让绷紧了神经的美军官兵简直不能相信。但对登陆的士兵而言，登上这个热带雨林覆盖的小岛，等待他们的将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潮湿和腐败物所产生的毒气和瘴气，以及毒虫、毒蜂、毒蛇和吸血的蚂蟥。到第7天时，美军决定把岛上的日军彻底清除干净，这时才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战斗。但即便如此，日军的抵抗对美军而言也是极为有限的。美军在瓜岛登陆的消息震惊了日军大本营，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夺回瓜岛。由三川军一海军中将率领的第8舰队，包括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1艘，紧急南下救援瓜岛。在行进过程中，三川军一根据侦察机报告获知，瓜岛水域有几十艘美国军舰和运输船只。三川军一认为对如此优势之敌只能进行夜袭。8月8日晚，日本舰队巧妙地进行规避航行，钻进美舰队编队中，突然发起攻击。美巡洋舰堪培拉号被命中2发鱼雷，5分钟后丧失作战能力。芝加哥号巡洋舰舰首也被1发鱼雷直接命中，美军被打得乱成了一团，竟发不出一枪一炮。三川军一编队仅用6分钟，就使美军南巡逻区的舰队失去了战斗能力。黎明时分，三川军一舰队又击沉美军北巡逻区阿斯托里亚号和塞维勒斯号2艘巡洋舰。之后，日军长达8公里的舰队编队安全撤出战斗。此时，日军舰队附近有美军输送登陆部队的几十艘舰船。三川军一担心天亮以后遭美舰载机轰炸，竟放弃了这些嘴边的肥肉，使得美军登陆作战仍能顺利进行。美军在瓜岛登陆以后，又迅速在瓜岛正北毗邻的图拉吉岛实施2栖登陆，但这次美军登陆部队遭到了日军顽强的抵抗。这是美军陆战队员在太平洋战争中和日本人第一次交手。日本人以不同于美国人的思想方式进行着战斗，那种宗教式的狂热，使日本人在毫无希望的绝境中也一定要死战到底。这让美国士兵在心理上着实适应不了，也接受不了。但既然对手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打法，美国人也只好奉陪到底了。最后，图拉吉岛上的400名日军全部战死，活着的只有3个身负重伤的人。美军士兵迅速修复了瓜岛机场，大批战斗装备卸在瓜岛，这标志着瓜岛已被美军占领。8月13日，日军大本营制定了一个所罗门群岛方向的陆海军作战中央协定，明确规定以第17军之一部协同海军灭瓜岛之敌，夺回岛上的要地与机场，命令第17军隶属的一木清直支队，乘美军立足未稳之际，尽快夺回瓜岛。一木支队共约2400人，其先头部队近1000人，于8月16日分成6艘驱逐舰，于18日夜抵达瓜岛。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自上岛后，开始构筑工事，加强所占地域的防御。日军于20日开始反击时，美军已经可以依托阵地进行抵抗，并有坦克支援，使一木清直先头部队伤亡惨重，攻击受挫。次日，一木所部反遭美军夹击，绝大部分被歼。一木本人身负重伤，绝望自杀。
其残部退守瓜岛东端。21日，日陆军第17军得知一木先头部队大部被歼，当即决定派遣增援部队第二天出发，于8月底以前一定要将岛上的美军赶走。日联合舰队山本司令官除答应积极保障这支增援部队的海上航渡外，还企图趁此机会诱出并消灭美军的特混舰队，因此他将能够动用的海上兵力几乎全部投入了这次行动。9月12日，日军分3路夜袭瓜岛机场，当晚9时，日军高喊着发起冲锋，日军驱逐舰也开始了炮火支援，天空中闪耀着照明弹的夜光，荡漾着恶魔式的嚎叫声，开始了惨烈的战斗。美军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且战且退。黎明时分，美军出动飞机轰炸了日军在瓜岛上的集结地，日军的尸体像树叶一样洒满高地。经过3天反复的拉锯战，据最保守的估计，日军阵亡至少在3400人以上。这时对于瓜岛上面的美日双方简直是在赌博。日本人在远离本土的南太平洋上，把有限的陆军拼凑起来组成一个加强师，再一次送上瓜岛。美军也把从美国本土运来的有限登陆兵力，陆军步兵第7师送上瓜岛。为争夺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双方大打出手。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美日双方所付出的代价从来没有比这次更大的了。当岛上双方登陆的地面部队正在力拒强敌的时候，双方的航母编队也在瓜岛东北700海里的洋面上开始了一场大会战。10月24日，美日的2个航母编队在相距300海里时，双方都已判断出自己的对手就在附近，可是谁都不清楚对方的具体位置。中午1点，美军企业号航母的雷达捕捉到日军航母龙香号正派出飞机前往瓜岛支援日陆军作战，美军遂命令38架舰载机升空，前往攻击日军航母。30架轰炸机从高空进行俯冲轰炸，8架鱼雷机相继投弹，龙香号被1发鱼雷和3颗炸弹击中，当天立即沉没。美军企业号出战告捷后迅速转向，以寻求避开已暴露的具体方位。这时瓜岛上的战斗已从双方的对战打成了殊死的恶战，日军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增援行动。几支日军的特混编队分别在附近海面巡查，掩护着一支由12艘大型运输船组成的船队，向瓜岛卸下整整2个加强师的日军。日本决心在此进行最后一搏，这就需要更多的船只、更多的飞机和更多的部队。此时的瓜岛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日本人把战舰、飞机和人员通通送到了洞里。美军也开始增援新的部队，在原有的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的基础上，又投入了陆战第2师及步兵第182团，增强的炮兵统一使用105和155口径火炮。在新建的基地已经部署了10个飞行中队。瓜岛本是一场2栖登陆的岛屿战斗，现在却演变成了一场重兵聚首的战役。美日舰队为支援登陆部队争夺瓜岛，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自的海上力量。海战的海域已从瓜岛东北延伸到所罗门群岛以东的广阔洋面上。10月26日下午4点29分，这回是日军侦察机发现了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正飞向瓜岛海域去攻击日军的前置舰队，遂派出30多架舰载机立即升空，扑向美军企业号航母。4点41分，日军飞机飞临航母上空，随即日军第一次攻击波开始对企业号进行轰炸。这时企业号位于环形队形的中央，其周围的9艘护航舰都集中炮火对日机射击。除了企业号本身用猛烈炮火构成拦阻弹幕外，还不时用急转弯来规避呼啸而降的炸弹。由于美舰猛烈的拦阻射击，以及日军飞行员素质比袭击珍珠港时有明显的下降，日军鱼雷机在占领攻击阵位之前都被击落。日军轰炸机只有少数几架得以突防进行了攻击。16点46分，企业号被命中3颗250公斤炸弹，被炸死72人，舰体受到重创。这时，日军大型运兵船金龙丸号和木叶号满载增援陆军，在护航船队的护送下，正全速驶往瓜岛。入夜时被美军巡逻舰发现并进行拦阻，双方船队在漆黑的夜色中疯狂地进行对射。黎明时分，美航母立即派出舰载机进行攻击。直到此时，双方在所罗门群岛以东的海战中，美军仅被击伤航母1艘，而日军则被击沉航母1艘，巡洋舰、驱逐舰各1艘。重要的是，日军航母舰载机已所剩无几，此时已不能出战。美军已初步夺取了瓜岛战役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这时的海面和天空任凭美军横冲直撞。在最后一个回合的海战里，
美军舰载机击沉了日军运兵船金龙丸号和木叶号，上万名日本陆军葬身海底。护航的日本旗舰神通号巡洋舰和另一艘驱逐舰也被击沉，致使日本陆军夺回瓜岛的计划成为泡影。美军舰队彻底地切断了瓜岛日本守军的补给线，使5万以上的日军被困死在瓜岛上。日本舰队撤退后，美军集中了所有在海上舰船抵近瓜岛，用大口径火炮支援岛上登陆部队作战。瓜岛机场正式被启用，美军通过空中运输将大量作战物资运抵瓜岛。被困在瓜岛的日军无衣无食，仅伤病和饥饿而死的就达9000多人。这时，日军在瓜岛已阵亡25000人，瓜岛被日军称为死亡之岛。瓜岛战役暴露了日本在巨大的战争消耗面前表现出的战争经济的脆弱性，损失的海空军无力得到补充，只能是越打战斗力越衰落，而美军则依靠强大的国力补给迅速，士气高涨。显而易见，太平洋战争的天平正在向美军一方倾斜。从1943年2月2日起，日军大本营令海军再一次集中飞机约300架，各型驱逐舰58艘，佯作袭击瓜岛的姿态，接连夜战。在夜战的掩护下，2月2日凌晨，第一批20艘驱逐舰尽可能地靠近岸边，接运出瓜岛上的残余日军5414人。2天后，第二批驱逐舰20艘，又接运出残余日军5004人。3天后，日军再派出18艘驱逐舰，接着运出第三批瓜岛上的日军2639人。3次共接出了13057人，但有几百名伤病员无力攀登舰舷的绳梯，最后只能把他们全部放在海滩上。直到这时，美军才恍然大悟，立即派出舰队追赶，但日军已逃遁得无影无踪。瓜岛战役这最后的戏剧性结局，给美军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日军能在对方完全掌握制空制海权的条件下，计划周密，伪装巧妙，行动果敢，顺利地撤出瓜岛，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瓜岛上的5万名日军官兵，除最后运出去的13000人外，其余全部丧命。这是仅存的38名没有自己剖腹的日军战俘。瓜岛是美军在太平洋作战中第一个登陆作战的岛屿，所以美军上层极为重视。从日军的装备到战法，从体力到心理素质，都在美军的研究之列。一名美军情报官员询问一名刚下战场的士兵对日军的看法，这个上士说：“谁说的日军是超人？他们不过是一群狡诈的人。”自太平洋开战以来，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到此算是破灭了。但就是和这样一群狡诈的人作战，美军在瓜岛上也打了整整6个月，直到1943年1月31日，饱经苦难的部队才最后撤出该岛。美军先后投入兵力6万人，战死1242人，负伤2655人，比之日军伤亡人数，美军的比例是很低的，但对美国军方而言，这个数字使他们大为吃惊。为了一个不足90平方公里，仅仅是一个巴掌大的小岛，美军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伤亡数字。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评价说，在这场战争中，日军最大的军事成就，就是把他们的对手美军也培养成了一支敢于玩命的军队。1943年3月2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南太平洋作战指令，确定以海军太平洋舰队尼米兹部队为右路，沿所罗门群岛北进；以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部队为左路，沿新几内亚岛东进，而后攻占新不列颠岛，从而形成前行态势，合围封锁日军占领的南太平洋重要军港拉包尔。为此，美海军第3和第5舰队归尼米兹统辖，第7舰队归麦克阿瑟统辖。日军大本营非常清楚，如不打破美军的进攻准备，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发布命令，将能够投入的舰载航空兵和岸基航空兵全部集结于拉包尔一带的陆上基地，先期攻击所罗门群岛南部和新几内亚岛东部之敌。同时，日军大本营紧急从中国战场和日本本土抽调陆军第29、35、52、14、43共5个师团，加强南太平洋岛屿防守。从4月2日起，日军第21、26航空队已全部飞抵拉包尔附近各机场，其中零式战斗机108架，舰载轰炸机16架，岸基攻击机72架，岸基侦察机9架，总计205架。4月6日，日军查明，在瓜岛海域共有美军舰船35艘，随即发动了代号 X 的先期打击行动。实施 X 行动的日军飞机分为2个制空队和4个攻击队，
连同海军舰载机共投入轰炸机69架，战斗机157架。这次空袭范围在佛罗里达岛附近海域，所以日军称之为佛罗里达海战，并于当天公布战报说，击沉美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运输舰8艘，击落美机41架。日军在佛罗里达海面先期打击美军舰队时，在新几内亚岛的东部山区，美军和澳大利亚联军正乘胜挺进。在此之前的1942年底，麦克阿瑟将其司令部从澳大利亚前移到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开始发动向新几内亚腹地布纳地区的反攻。参加战斗的部队是美军第32师和澳军第7师。麦克阿瑟命令11月16日，各部队从出发地域开始进攻。战斗打响后，7000名日本守军依托坚固的阵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残酷的战斗打了整整1个月后，12月14日，美澳联军攻占了布纳村周围的地表阵地，但日军已撤入坑道继续抵抗。在此期间，日军曾从拉包尔基地抽调陆军第38师团一部，分4批乘驱逐舰驰援布纳守军，但在海上遭受到了美澳航空兵的空中打击。日军又改用潜艇向布纳地区输送援兵，但均未成功。战斗又进行了1个月，至1943年1月11日时，布纳的日本守军终于被合围。1月22日，美澳联军发动联合总攻，坚守无望的日军终于停止了抵抗。新几内亚岛东部的争夺战至此告一段落。日军投入该地作战的总兵力约为16000人，仅在布纳地区的防御战中就有7600人丧生。美澳联军投入这次战役的总兵力近3万人，其中3000多人战死，5400多人受伤，比整个瓜岛战役受的伤亡还要大。布纳战役整整苦战了6个月。新几内亚岛东部战局的主动权终于掌握在美军手中。美军站稳新几内亚东部后，迅速将后续部队从澳大利亚调运上来，准备向新几内亚东北部日军盘踞的地区进击，而后越过新不列颠岛海峡，逼近拉包尔。美军向东北部发展时，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日本人顽强的抵抗，但很快随着美军步步向前推进，日军在新几内亚东北部的部队已陷入美澳联军的包围。1943年2月28日，日军对美集结船队进行先期空中打击的前夕，日军曾对新几内亚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增援行动。日军的增援部队从拉包尔基地分成8艘大型运输舰，在8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以9节的航速向新几内亚方向驶去。这时，美军已从截获的电报中得知，日军此次行动载运了6900名士兵和2500吨物资，遂派出255架轰炸机和330架战斗机进行了3天的空中拦截。3月3日，日军包括剑武丸和爱阳丸等6艘陆军运输船和野岛号海军运输舰在内的16艘舰船全部被击沉。此次空中打击行动发生在新几内亚岛的俾斯麦海域，美军称之为俾斯麦海战。俾斯麦海战后，新几内亚的日本守军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美军占领新几内亚只是时间问题。麦克阿瑟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按照麦克阿瑟的构想，美军占领新几内亚后直接进攻菲律宾，而后北上日本。美海军则认为，太平洋战略的重点应转向中太平洋，突破中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后，再以此为跳板北上进逼日本。陆军和海军的这一战略分歧很快形成了僵持局面，从而影响了对1943年战略目标的确定。1943年3月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在总统罗斯福的直接干预下，美陆海军最后达成协议。南太平洋上盘踞着9万日军和驻防着400架作战飞机的日本前进基地拉包尔，从美军1943年的攻占目标中被刷掉。美军将集中太平洋上所有的力量，计划于11月开始进攻马绍尔群岛。这一战略计划的修改意味着新几内亚将成为次要方向。在这里，麦克阿瑟虽然拥有15个澳大利亚师和美国师，以及1200架作战飞机，而且反攻条件已经成熟，但他最终仅是一个局部战场。作为交换条件，尼米兹海军上将没有被任命为指挥太平洋上所有海战的最高司令，而是受支配于麦克阿瑟下达的作战任务。因此，在1943年，太平洋显得有些平静。除了在北太平洋上，美军一支舰队轻取阿留申群岛外，在中太平洋上几乎未发生任何战事。在那里，美军为1944年的进攻正在做积极的准备。在南太平洋上，从3月到8月，美军基本没有大的战役行动，
但具体到某一个战场、某一条前沿，战争的硝烟仍然是那样的炽烈。就在南太平洋战事相对平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日本全国的事情，这对日军官兵的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4月13日晚上8点，日军第8舰队司令向所属各基地、各航空队和守备队发出电报通知，通知事项是联合舰队长官将于4月18日前视察巴拉尔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是8点乘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出发，10点飞抵巴拉尔，10点40分抵达肖特兰，下午4点乘机离开布因，5点40分返回拉包尔。若遇不良天气，本视察日程往后顺延1天。美军太平洋舰队侦听站当即接收了这份电报，破译小组花了3天才弄清楚电报的基本内容，随后立即呈报尼米兹。最后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7日的午餐会上断然决定要做掉这个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此次行动的代号为复仇。4月18日清晨8点，美日双方的战斗机都严格的按照电报的时间准时起飞，所不同的是，山本56是从拉包尔东机场起飞，截击它的16架美军 P-38 战斗机是从瓜岛起飞。山本56乘坐的是编号323的中型轰炸机，美军用于截击的是 P-38 战斗机，是当时续航能力最大的机种之一。这支负有特殊使命的编队，先是沿着新乔治亚岛西侧低飞约2个小时，进入目标区域上空时，6架单副阻击的飞机爬升到3500米，12架单副掩护的飞机上升到6000米。9点34分，美机终于发现要狩猎的目标，这就是山本56的323号座机，6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在距离山本56座机的300米左右伴随。经过4分钟的空战，323号座机被打断机翼，带着浓烟和火焰一头栽向地面。山本56的座机坠落在布甘维尔岛的海滩上，离海仅50米。被美军执行死刑命令的山本56就这样死了。日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1943年8月，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开始了对新几内亚北部的进攻战役。美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东北部胡翁半岛上的一个叫莱城的要塞。9月5日早晨，美军96架运输机载着美军第503伞兵团从莫尔茨比港出发向北飞行。上午10点，美军的轻型轰炸机对莱城西北约30公里的纳扎布机场进行猛烈的轰炸。10点20分，1700名伞兵着陆，并未遇到日军抵抗，所以很快就占领了机场。美军向莱城方向前进时，96架运输机又返回莫尔兹比港，立即载运澳军第7步兵师，重新飞回纳扎布机场实施机降。